あの夜、私はポールに言いました。この薄ばかりの世界で、私はまだ願っているの。誰かが私を本当の家族のように思ってくれることを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娅。也许你们认识我的方式并不光彩。有人说我是应招女，有人说我是骗子，甚至有人说我是杀人犯。但其实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本名叫奈美，在冲绳长大。20岁那年，父母因意外过世，还留下一笔庞大的债务，被债主逼到走投无路，我才逃到台湾，只想求生，却没想到这里也要打仗了。我的故事从眼前的这个男人说起，他叫王保罗，是一名警察。他在追求我，个性有点笨拙，却总是真心。那天，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防空演习，可是很多人并不当一回事，有人嘻嘻哈哈，有人趁空档跑去买凤梨酥。在他们眼里，这只是演习，可在我眼里，这就是未来的预言。我心里很清楚，真正的战争一旦来临，眼前这些还能笑得这么轻松的人，恐怕早就哭不出来了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台湾其实一点也不安全。这个被监视的男人叫陈毅，美籍华人，以半导体论坛的名义来台。可我心里很清楚，他不只是单纯的商人，他背后牵涉到的是更大的阴谋。据说陈毅身上有一样东西，一个小小的 USB， 或者说启动装置。有人说那是能黑进军方电脑的钥匙，有人说那是两岸博弈的关键筹码，也有人说那只是个幌子。不管真相是什么，所有人都在找他，而我刚好是少数能接近陈毅的人。我接近他，只是想让他帮我办一张美国绿卡。我们之间其实只是互相利用。这个刘科长，国安局冷血的上司，一直紧盯着陈毅。他甚至找上保罗，要他以扫黄临检的名义检查陈毅的随身行李。可笑的是，保罗这个傻傻有真心待我的男人，在这种时候，心里还是想着我。我怕我去临检，蜜儿恨我。真的？就在那时，意外发生了，陈毅死了，而我当下最关心的却是我的绿卡没了。我硬着头皮在他身上找到了那个盒子。我知道，只能靠这个东西换来去美国的机会，但我没料到保罗会突然出现。看到他，我吓了一跳。他是警察，如果把我抓回去，一切就全完了。于是我骗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傻傻的保罗竟然为了我选择欺骗他的上司。最后我们为了不被发现，只能带着陈毅的尸体匆匆逃离酒店。可没多久，新闻就报道陈毅其实是中国派来的密使，美籍华人的科技厂商。而我和保罗也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国安通缉犯。保罗带我回到他开的店，我们聊了很多。我骗他说我要带爸妈去美国，但其实我早就没有父母了。这时 Brian 杨联系到我，他想要那个 USB， 我别无选择，只能打算拿它换500万美金和绿卡。我决定直接去半导体大会见他。没想到警察很快找上门来，趁保罗开门的空档，我从窗户跳了出去，而保罗则被带进了审讯室。更残酷的是，我的过去被一五一十揭穿。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保罗眼神里的动摇。我陷入刀割。是的，我骗了他，但我只是为了活下去。难道警察就全都是好人吗？为了抓到我，他们设计了一场戏，
假装放保罗离开，实际上却暗中跟踪，谁又比谁高尚？与此同时，半导体论坛如期举行，灯光璀璨，讲台上 Brian 杨大堂 AI 的未来，而我心里清楚，他才是我要见的人。他想要那个盒子，我想要的是500万美金，还有一张前往美国的绿卡，可他没有立刻答应。あなたほどの大企業の社長でもどうにかできないんだったら、私は台湾で死ぬしかない。この箱と一緒に。离开的时候，我被人盯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又是保罗出现救了我。面对保罗的质问，我最终坦白。这个傻保罗，居然还在为我着想。他明明知道我想用那个东西换绿卡，居然还是把 USB 还给了我。我骗了他那么多次，他却还是选择帮我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动摇了。可没多久，刘科长追踪到保罗，最终把我抓住。我才知道，原来他背后早已和强哥勾结。他用尽手段，既为了拿到 USB， 交给强哥换取前途。那随便挑个县市吧，升官吧哈。而那个 USB 其实是控制飞弹的钥匙，强哥打算用它来操控雄三飞弹，制造台湾误损美国航母的假象，让美国误以为台湾背叛，从而放弃保护台湾。听起来很荒谬吧？敌人还没开打，内部就先瓦解。可最后他们还是没得逞，因为他们拿到的根本是假的钥匙。真正的 USB， 其实在保罗救我的那天晚上，我悄悄放进了他的口袋里，因为从那一刻起，我已经把他当成家人。那天夜里，我对保罗说，在这个人人撒谎的世界里，我依旧渴望有人能把我当成真正的家人。私はミヤと申します。これが私の物語です。